美国目前正在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最大的裁员潮。2008年的裁员潮主要还在金融产业，但是这一次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在裁员。亚马逊削减了1.6万个企业岗位，UPS 在已经裁掉4.8万的基础上面又裁掉了3万。像耐克、Home Depot、Target，甚至连这种华盛顿邮报都在裁员，并且这些裁员的名单还在不断的增加。根据统计，2025年超过5200家公司宣布裁员。仅仅在2026年的前面50天，科技行业已经裁掉了4万人，平均每天接近800人失业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到底是什么在推动这一轮的裁员呢？高盛分析了大量的这种企业财报，会议记录后发现，将近一半的讨论裁员的问题，都提到了同一个原因，叫做 AI 和自动化。人人都在讨论 AI，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， AI 最快改变的可能不是科技产业，而是房地产行业。那这一场 AI 革命会如何影响普通人呢？裁员带来的消费下降，当120万人都在失去工作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情况呢？他们会减少去餐厅吃饭，会减少购物，会减少消费，甚至开始还不起车贷，还不起房贷。而当消费下降的时候，最先受到冲击的就是中小企业，企业的破产潮。到2025年的11月份，美国已经有717家公司申请破产，这是过去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。小企业破产的数量同比增长了30%，很多大家都熟悉的品牌也在开始的出现了问题。比如说美国的这种廉价的航空公司 Spirit Airlines， 在过去的2年甚至2次申请 Capital 11， 就是这种破产的保护。餐饮行业受到的冲击尤其的明显，很多你熟悉的品牌都在收缩门店，像 Red Lobster、Rite Aid， 还有 Party City， 他们都在大规模的关闭门店。Denny's 关闭了将近100多家餐厅，星巴克也关闭了400多家。Wendy's 刚刚报告说显示，店销售额下降11.3%，据说计划今年的上半年要关掉350家门店。Jack in the Box 也计划关闭150家到200家的门店。过去的5年，食品的成本上涨35%，劳动力的成本上涨35%，但是菜单价格上面只上涨31%。还有消费还在减少，很多的餐厅其实早就撑不住了。商业地产的冲击，接下来受到冲击的就是房地产。因为每一个餐厅、每一个商店背后都有一个东西，那就是商业地产的租约。企业倒闭就意味着没有人去支付房租了。那这些购物中心、商业街，还有办公园区的业主，都会面临着一个问题：现金流没有了。一旦现金流消失了，很多业主就无法偿还这个贷款。再下一步就是贷款的违约，陷入了债务的危机。商业地产债务的危机，更大的问题在于，目前商业地产还不是这种缓缓的到期。2019年到2022年疫情的期间，当时的利率在3%左右，大量银行这种放贷。很多商业地产的借贷是3到5年的这种贷款期，现在的还贷时间到了，有一大波的债务正在面临这种集中的到期。
就在2026年，美国将有1.8万亿美元的商业地产的贷款将会到期。当初借钱的时候，利率只有3%，现在如果再融资的话，利率在7%左右，甚至会更高。很多项目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，现金流根本撑不住了。根据 Morningstar 的数据显示，今年到期的1000亿美元的 CMBS 的贷款，就是商业地产的抵押证券，有一半以上可能是无法按时偿还的。过去的2年，银行一直在做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业内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称呼，叫做 extend and protect。翻译过来很有意思，就是贷款的延期，然后呢，又假装问题的不存在。银行不断的去延期贷款的期限，希望市场能够复苏，但是现实就是市场并没有恢复。目前有250亿美元的 CMBS 贷款到期，没有偿还，没有清算，也没有延期。那么这种情况在2008年以后从未出现过。住宅房地产开始出现问题，很多人以为这只是商业地产的问题，但是现在问题已经开始影响到了住宅的市场。根据 Mortgage Bankers Association 的数据，2025年第4季度，美国房贷的违约率将上升到4.26%。更危险的就是 FHA 贷款，就是专门给这种首次购房者或者是信用分比较低的家庭贷款用的，它的违约率已经达到了11.52%。虽然 FHA 贷款只占市场的15%，但是它却贡献了全美国将近一半以上的这种房贷的严重违约。与此同时，2026年的1月份，法拍房的数量同比暴涨59%，这是连续第11个月的增长。仅2025年的11月份，就有60.9万人新进入房贷逾期的状态，这是从2025年的5月份以来最大的一波。房价已经开始反映裁员对房地产的影响，有几个城市特别的明显，像奥斯汀房价已经同比下降了6.1%，目前比2022年的最高点低了20%。坦帕的房价也连续13个月下降。华盛顿 DC 的情况更加明显，联邦政府裁员以后，当地的住房库存一年增加了50%。当地接近40%的经纪人表示，裁员正在影响房价。为什么这一次不像2008年呢？很多人会问，这次会是2008年的重演吗？我可以非常直接地说，不是。这一次和2008年有一个重大的区别，就是房屋净值叫做 home equity。现在80%左右的美国房东，他拥有30%以上的房地产的净值。这意味着，即使是很多业主遇到困难，他们依然可以卖房，而不是被迫法拍。但是有一类人风险非常高，那就是之前讲的使用了 FHA 贷款的那些家庭。因为这种贷款，它的首付可以低到只需要3.5%，所以它的财务缓冲的空间特别少。如果把整个逻辑总结一下， AI 可能会触发5个连锁的反应。第一， AI 提高了效率，导致企业裁员。第二，企业裁员会导致大家这个消费下降。第三，消费的下降就会导致企业的破产。第四，企业破产就会导致商业地产压力上升。第五，商业地产的压力上升就会导致住宅房地产的市场出现问题。
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，其实 AI 也在创造新的房地产市场需求，比如说数据中心和 AI 产业城市。AI 模型需要大量的算力，然而算力的背后其实就是一栋栋巨大的这种服务器工厂，也就是数据中心。现在全球科技公司正在疯狂地建设这种基础设施，微软、亚马逊、Google、Meta 等科技公司每年在 AI 数据中心上的投资已经达到了数千亿美元的规模。咨询公司麦肯锡预计，到2030年，全球数据中心的需求可能会接近20%的年速度在增长。这意味着一件事情：大量的土地、电力和工业地产正在被重新定义需求。很多原本普通的小城市突然会变成新的 AI 基础设施中心，比如说北弗吉尼亚、凤凰城等等。这些地方正在成为新的算力城市，而数据中心建设本身也在改变当地的房地产市场。比如北弗吉尼亚的一个城市，现在已经成为了全球的数据中心，最密集的区域，所以 AI 不仅会改变就业，也可能会改变房地产市场的结构。如果你想真正的看懂未来的房地产，比预测房价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理解需求的变化，专注美国现金流地产。如果你对美国房地产对经济趋势感兴趣，欢迎您来订阅并点赞和转发。